兩株感動我的山野植物，一絕處逢生的野生山藥。大家看，这里一个圓圈，这個是野生山藥。熟悉的粉絲朋友可能還記得，我去年拍過它，也就是去年冬天的時候，我在這個溪谷裡面走啊，在這個石壁上無意中看見它，它是從石壁裡的縫隙裡長出來的，根莖幾乎完全裸露在空氣中，向下長了1尺多，突然繞了一個大圈，然後又重回石壁，再往下長。當時我在這裡拍了很久，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我記得當時還有網友說，這裡可以成為網紅打卡點。今天過來了是想看看它還在不在，沒想到還在。不過現在周邊的植被比較豐盛，有點快把它遮住樣的。去年感覺路過的時候有點孤零零的在這裡啊，石尾還在幫它樣的。現在下面還長出了蘭花，這個就是飛機蘭，開的花像一個小飛機，中文名叫城防玉鳳花。這上面還有火炭母，它自己藤上嫩葉也長出來了。這前面呢，很多野魔芋，那裡一顆結果的，果實有點藍色的。這裡還有一棵五指毛桃啊，這麼多植物陪伴着它，或者說一起生活，一起生長，形成一個小小的植物生態。這個野生山藥也沒有那麼孤獨了。可能很多朋友會好奇，為什麼這根野生山藥根莖它是浮在表面，裸露在空氣中？那我還是帶大家再仔細看一看這一根野生山藥，為什麼它會長成這樣？大家看上面這個地方，這裡是山藥藤基部開始生根的地方，有許多鬚根抓住石壁上少數的泥頭。我推測它萌芽的時候就是在這個地方，石頭上面剛好有點泥頭，根莖慢慢往下長的過程中，發現沒有泥頭，懸空了，所以長着長着，它就這樣好像繞了一大圈，裸露在空氣中這樣生長，它有一點無助或者有點迷茫，所以它在找它的泥頭，這樣打了一個彎之後，在這裡的時候靠着這個石壁了，剛好這個石壁上有一些青苔啊、泥土啊，讓它暫時能夠找到一點依托。這裡還有幾根石尾橫跨其上，好像輕輕抱住它，如同綁在這個石壁上。它的根莖懸空，不再繼續生長，所以長成那種有點鼓鼓囊囊，有點像牛睾丸的樣子。今天我之所以來看它，其實我是想看看它還在不在。第二呢，因為現在這個季節啊，野生山藥地底下的根莖它開始泛頭，就是野生山藥它是多年生的，但是它地底下的這個塊根啊，如果頭年沒有挖，第二年它會枯萎掉，把營養輸送給今年新長的那一根。第二就是我想看看這根野生山藥裸露在空氣中的根莖，它會不會換根呢？好像看不出這個跡象，但是看到它還在啊，心裡還蠻欣慰的。而且現在很多其他的植物朋友一起陪伴着它，你們可以看一下，如果我們拍一張照給他這個植物朋友拍一個合影，感覺就像一個蒼老的臉上皺紋巴巴的和很多年輕的小朋友一起合影一樣的。下面我就帶大家逐一認識一下他的年輕的朋友們。這個是野魔芋，去年的時候之所以看不到它，冬天的時候它的地上的部分就枯萎了，所以去年的時候感覺不知道這裡也有野魔芋嘛。現在長出來好多，這個是長葉子的，那個是開花結果的。野魔芋花葉不相間吶，長葉子那一年它不會開花，開花那一年它不會長葉。這個山藥堅強下方石尾下方長了很多這個飛機蘭，去年的時候冬天我們也沒有看到它，今年春夏它長出了這個苗來，它的葉子是這樣，它開的花比較美觀。這個是火炭母，還有這個車前草啊，明白嗎？
夏天我們可以採一點車間草去煮涼茶，很多魚腥草的方便。還有這裡泥土比較緊，扯出來，下面的這個折耳根都斷了。這個也是一種野菜，這個叫鴨兒芹。聽完我的介紹，是不是感覺這根野生山藥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有很多同伴？當然，他們也一起跟它分水分、增陽光，但是也是相互照應、互相遮擋、互相支撐。包括它形成的小的生態，有害蟲也會吸引一點它們的天敵呀。所以大家其實也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吧。有時候進山多了，發現有的植物也有一點傳奇。當然，可能在我們看來是傳奇，但是在他們自己心裡，可能也不一定覺得是傳奇，無非就是日復一日的堅持活着。你們覺得呢？2. 历劫不倒的七葉一枝花。去年我在這個山溝溝裡發現一株七葉一枝花，它只有1層5片葉子。今天我們特意回來看它，沒想到看到意想不到的現象。今年它被水冲倒伏了，但是我们仔細看的時候，哎呦，我都被它感動了。它從第1樓葉子這裡彎折了一下，這個花就筆直往上，就尋找陽光。很多時候我常常被野外的一些植物感動啊。你看第1層葉子這裡開始彎折，大概80度的樣子，整株趴在地上，但是它的花硬是扭過來，筆直的往上長。這根莖倒了，但是它沒有倒，它在找太陽。這就是我今天要帶大家認識的深山奇草七葉一枝花，也叫重樓。去年我在上面一點，還有一棵也是長1層葉子。今年我準備去看它，但是我走上面找不到了。然後我往上走了一段，在上面看到有2棵。其實去年我也往上走了，去年可能沒有留意，或者說重新長出來的。有一棵1樓，有一棵2層的，但是這一棵葉子啊花都被蟲咬了。第1樓的葉子這樣鏤空的狀態，第2樓它的花都被吃光那樣的，我都有點擔心。像它這樣還能挺過來嗎？不過我相信野外的植物啊，它有它的自己的適應能力，能夠創造自己的傳奇吧。往回走的時候，發現開始找不到那一棵，又看到了，它也倒在這個溪溝邊。像這樣長在溪邊的，如果春季雨水特別多，發大水啊，它估計就是這樣水沖嘛，把它們沖倒了。有時候我在想，他們為什麼要生活在這樣的環境？就好像生活在河邊的人，漲大水的時候房子被淹了，他們為什麼不搬家呢？其實很多時候植物和人一樣，他們選擇在他們的環境呢，有時候短時間你是扎根在那裡的，你很難搬家嘛。有時候習慣了這種生活啊，也覺得沒有那麼所謂吧。像野外的七葉一枝花，它要經歷水沖，經歷蟲害，有時候可能還要經歷別人的採挖。所以一株植物長在野外也有它們的命運。七葉一枝花它1層樓的時候，少年時期長了3到5年的，它就是1樓葉子。如果是2樓，它就年齡比較大一些，更大的更古老的，有的甚至有3樓的。當然我們一般很難見到了。健康的七葉一枝花，它是一莖獨立，筆直往上。這一株是經歷挫折的七葉一枝花，它頭頂一串葉子，少則5片，多則8、9片，最常見的7片，所以叫七葉。葉子中央抽出一根長梗，頂着一朵花。它的花很有意思，下層是那圈綠葉子，中間一層是外輪花萼，長得像葉子，最上層是黃綠色細絲狀的花，像金線一樣，一層疊一層，像一個微型的寶塔，所以它叫重樓。七葉一枝花的外號能寫滿半頁紙，皂修、金線重樓、草河車、螺絲漆等。最有意思的是皂修，這個皂通早，意思是早點好，早點傳日。因為蛇傷、臃腫，找它好得特別快。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裡為它編了一個順口溜：七葉一枝花，深山是我家，擁居於遇者，一似手拈拿。翻譯過來就是長在深山裡，遇到毒瘡膿腫，它一出手就能搞定。
它最有名的就是解蛇毒、治痈疽。雲南白藥的保秘方裡面就有七葉一枝花，還有寄德順蛇藥片、抗病毒顆粒等40多種國字號中成藥裡面也有它。但是這樣傳奇的草藥，它傳出有毒，藥和毒是同一把劍的兩面。安全劑量下是药，吃多了噁心、嘔吐、頭暈，嚴重的心律不齊。3類人群絕對不能用：第一，孕婦會引發流產；第二，體虛元氣不足的人，沒有熱毒，用寒藥會傷身；第三，寒性瘡瘍，就是腫塊不紅不熱不對症嘛。如果是內服是要經過炮製的，我們千萬不能說這個新鮮的七葉一枝花根挖回家就去煲湯，那不行的。特別是它的皮毒性比較高，一般炮製去皮以後，把它曬乾打粉，適量使用。七葉一枝花的繁殖效率不高，加上過度採挖，現在被列為國家2級保護植物，所以大家在野外如果遇到，要保護好，不要去採挖。它長得也很慢，開始只長一層葉子，長了幾年以後才被開花。像今天我們拍的這些野外的七葉一枝花，也算是幸運兒。虽然有的被蟲咬，有的倒伏了，但是它們生長在野外，還是在延續它們的種存。在這裡拍七葉一枝花拍了2年了，看着滿身被蟲咬傷的、倒伏的，心裡確實好像看見一些親切的朋友，他們的遭遇，內心也有一點觸動。但是我相信他們能挺過來，因為它不是溫室裡的花朵，它有自己的生命力，有自己的頑強和倔強。大家和我一起祝福他們吧。來年我再到這裡來看一看他們，拍給大家看後續，好不好？像他們經過幾年才上了2樓，我來看他們的日子那是很少數的嘛。在他過去成長的岁月裡，我想可能他們經歷過比我看到的困難還要大的都有，像蟲咬或者倒了，可能在他们心裡也是平平常常吧。就好像我們刷視頻看到有一些人生存的际遇条件比較艰苦，但是其實他們內心不覺得苦，甚至覺得有點富足之感啊，是不是啊？它是山裡人眼中的蛇蟲聖藥，自己的葉子卻被蟲咬成這樣，他醫不了自己的葉子，這個莖倒伏了，他也沒有辦法修復，但他把剩餘的力氣都給了頭頂上這朵花和花朵裡孕育的種子。醫者不自醫，他醫的是這片山溝的下一代。